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，我翻遍了整个苗岭，就为了找到失传的破线绣古法。没想到，最后让我找到的，这是牛粪和老生的，好痛！我不在医院吗？这熟悉的古旧祠堂，这些陌生的人，我穿越了。杵着发什么呆？挨了一巴掌就傻了？平日看着懦弱，性子倒是野得很，敢当众冲撞我的贵客，真是不长记性。原主被欺负成这样，父亲病重，母亲被毒杀，柳氏掌家，庶妹明抢暗夺，宁乡秀阁债台高断，连丫鬟都敢上来抢镯子。疼！奴婢知错了。这死丫头中邪了不是？以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，现在怎么敢动手伤人？柳姨娘，恒通钱庄的债利滚利，苏家手底下的绣眸下批丝线都进不来，你还有闲心来为难我？你胡言乱语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言乱语，你心里清楚。你们谁嘴这么碎？她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丫头，怎么知道宫中欠了多少钱？谁告诉她的？家主，这些失物真的不能再积压了，管家那边也催着要呢。去，告诉管家，这破事让柳姨娘干去，她捞了那么多，总得出点力。你少跟着我，也别老家主的喊，让我清静清静。莫名其妙穿越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朝代来就算了，一来还要被扇巴掌。幸好苏家主业也是刺绣，我这现代设计的专业过来，好歹也有点用。这破地方供应链一塌糊涂，干啥都靠手搓，连个 Excel 都用不上。听得懂我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谁爱管这烂摊子，谁来管吧。你刚才说了 Excel， 还有供应链，你也知道这些？这是 SWT 分析，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3年，我找了3年，终于见到一个说人话的了，老乡，亲人。3年？你穿进来3年了还没回去？等等，这是不是什么真果？摄像机藏在哪儿？老乡，你看这库房，连电都没有，我上哪儿给你藏摄像机？我3年前在公司加班，眼前一黑，再睁眼就躺在这堆麻袋上。这3年里，我跑遍了方圆50里，连根网线都没摸着。那你叫什么？什么身份？陆远，你母族陆家那边的人，跟着老太君那边沾点亲，过来协助查账。你可以直接把我当一个没什么实权的闲散公子哥，胜在自由。你呢？我叫苏婉，今日在祠堂，柳氏说我冲撞了贵客，气不过要抢我娘留下的银手镯，毁了谢素，我反拧了丫鬟的手。听说了，前厅动静闹得大，柳氏脸都绿了。这死丫头居然还敢跟我叫板了，谁给她的胆子？娘，那死丫头那么当众白了咱的面子，苏家那群老头看见了，指不定又要觉得这嫡女大器晚成，咱俩还怎么接手苏家啊？3日后县令千金荷花宴，各府都要献礼。原本我想着我们自己过去和县令打好关系得了，现在我改主意了，这次宴会把苏婉也带上。让他去，那不是给他露脸的机会吗？露脸？现在绣阁里连根能用的线头都翻不出来，他能送上什么好东西？不过是过去丢脸罢了。这样苏家那群老不死也不好再支持苏婉。去，把请帖给他，就说是家主的意思。反正苏家那什么家主也不常管府里的事情，刚好借着名头压他，让他不去也得去。是。大小姐，3日后县令千金荷花宴，家主吩咐下来，你也要一同过去。柳氏先前从来没让原主去过这种大型宴会，这次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况且现在绣阁里半分现银都没有，能送上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？无非就是想让我过去丢脸。可要是不去，这种送上门的转机还不知道下一次要等多久。回去告诉柳姨娘，这差事我接了。
老乡，你真要去？那是鸿门宴，柳姨娘那家伙可不会白白给你一个露脸的机会，指不定在哪里等着阴你一把呢。苏家现在现金流断裂，我不去，苏家会慢慢被拖死。去了，要是讨得县令千金的欢心，至少还有一线生机。绣线废了，缎子没了，柳氏把能用的全换走了，他算准了我拿不出绣品。那怎么办？空手去？连妆粉都换走了。爹，你怎么下床了？柳氏让你去县令千金的荷花宴。他当初进门的时候，把你娘留下的妆粉全扔了，我藏了一盒放在床板底下，他没找到。我娘呢？你娘当初凭这盒粉一根针，在江南站稳了9根。你带着她去，爹现在说不上话，只能给你这些。你爹知道柳氏在坑你，他知道的比表现出来的多得多。走，咱俩去挑几样能用的。荷花宴上，我要让县令千金记住宁香秀阁的名字。娘，他不会真去吧？库房里能用的全换了，他连一匹好缎子都拿不出来。他不敢去。县令夫人的荷花宴，全城有头有脸的夫人小姐都盯着他，空手登门，丢的不是他自己的脸，是苏家全族的。族老们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他淹死。但他要是不去，就是服了县令夫人的面子。帖子送到苏家，嫡女称病不出，你猜县令夫人会怎么想？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。魏娘替他铺这2条路，他选哪条都是深渊。你有多大把握？没有绣品，没有靠山，全靠面前这些小玩意儿翻盘。刘月如以为我会拿绣品去比，他错了。县令千金缺的不是锦上添花，是有人告诉他，她本来就好看。不错啊，老乡，打算怎么做？县令千金刘之和圆眼甜相，适合清浅妆，我就替她扬长避短，素净灵动，去浓还淡，用户画像精准打击。不愧是我老乡，专业人士。你这用词也不赖，老乡，专业人士啊。不才不才，穿越过来之前刚好是这方面的一个小总监。怎么没见你家大小姐？帖子不是递到苏府了吗？婉儿那孩子性子倔，说是身体不适，怕是不会来了。也怪我没教好她规矩。县令夫人的宴也敢推，这谱摆的也太大了。路上耽搁了，劳诸位久等。娘，他还真敢来，手里就那个破盒子，怕是连街边买的最便宜的绣帕都装不起。来得好，就怕他不来。他来了，这出戏才能唱。诸位请坐。今日小女之和生辰，多谢各位赏光。县令夫人，这是月瑶亲手绣的百鸟朝凤，用了足足3个月，金线3两，祝刘小姐前程锦绣，凤鸣9天。3个月，苏二小姐这份心意，全江南找不出第2份。绣工细致，苏二小姐有心了。夫人，我家婉儿今日也来了，她可是给刘小姐备了惊喜呢。婉儿，你手里那个是妆盒，今日刘小姐生辰，你不会只带了1盒粉来吧？就算家里再紧张，也不能在夫人面前失了礼数。你若实在拿不出东西，为娘这里还有1匹素缎，你先拿去充个数。让我看看姐姐带了什么宝贝，该不会是从街上随便买了盒胭脂来糊弄人吧？月瑶妹妹的绣品确实精致，金线3两，百鸟朝凤。但刘小姐肤色均净，眼型圆润，是兔系甜相。月瑶妹妹的绣品浓艳，大红大绿全往身上堆，不是不好，是不合适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绣东西配不上刘小姐？我只说我的贺礼比你好。
你连一副绣药都没有，拿什么比他？小姐，真正的美从来不在金线里。给我一盏茶，如果小姐不满意，我自请离开，永不登县令府的门。苏大小姐，你可知今日这场合空口说大话的后果？知道，请夫人成全。准。你知不知道刚才在厅里说了什么？我母亲最恨人在她面前说大话。小姐今天的妆是自己画的，还是丫鬟画的？我自己画的。为了压住苏月瑶那副百鸟朝凤，我把最贵的首饰全戴上了。结果她绣品一展开，金线晃得我睁不开眼。我坐在主位上，倒像个陪衬。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你为了压住场面，拼命往身上堆，胭脂涂的比平时厚，首饰戴的比平时重，衣上选了最艳的颜色。你以为越多越好，结果太多反而把自己淹没了。姐是圆眼甜相，五官本身就很有灵气，浓妆和重饰就像在一幅水墨画上刷金粉，不是画不好看，是金粉盖住了笔锋。我要做的不是给你画一张新脸，是把被这些东西盖住的脸还给你。好了，这是我。一盏茶快到了，他一个绣匠，连绣品都拿不出来，还想给县令千金装点。等他出来，看我怎么……这是刚才那个刘小姐，换了个人吧？头上戴的是真花，腰间那条发带比金线还好看。娘，好看吗？这些东西都是你随身带的？是一盒妆粉，一支眉笔，一块素帛。工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知道用在哪里。这定金你收着，3日后我派嬷嬷去宁香娥取新样。本夫人今日不是在赏绣品，是在赏你。江南的绣坊也该换换新面孔了。他连绣品都没有，这不公平！月瑶，闭嘴！你娘当年也是这么看我，后来她死了。订单让他抢了，风头让他出了，县令夫人看我的眼神像看笑话。娘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砸东西有什么用？他不是靠那张嘴赢了县令夫人吗？那就让这张嘴变成他的催命符。明天让你舅母那边的人放话出去，找几个绣娘四处说，荷花宴上他给刘知和用的妆粉来路不正，谁请他做衣裳，谁家走霉运。那些夫人小姐最信这个，这样没了生意，他的绣阁自然开不下去，只能灰溜溜的回来。还有苏伯玉，他活一天，苏婉就是嫡女，药方不用换，尽量改一味就够了。他那早年就被我毒害了的身子，谁也验不出来。去吧，先把这件事办妥。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，继续盯着柳氏那边的动静。堂姐，是我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柳姨娘出招了，她买通了城里3个绣娘，在城西一起放话，说你荷花宴用了妖术，县令大惊中了邪才夸你。现在订单退了一半，宁香绣宅的招牌被人泼了脏水。他动作倒是快。黑市搞来的定金先撑着，旁支子弟虽然废，但人缘好。你从哪儿搞来的？家主赏的，我过去刷脸求了个人情。小姐，老爷不行了，您快过去，老爷要见您最后一面。婉儿回来了。爹，我在，您别说话，我这就去请大夫。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现在请大夫已经没用了，是我看错了人，让柳氏害死了你娘。你爹没用，在家里没什么权利，不知道要怎么护住你，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。
婉儿，你这几天变了很多，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比你爹更有魄力。爹有时候在想，我的婉儿是不是内里换了个人？床下安阁。天宫绣谱假的，柳氏惦记了10年，爹用它吊着它，竹筒里有血书和账本，你收好。真的绣谱在你娘留给你的银手镯里，要她最爱的花才能唤醒。我相信我的婉儿不会做错事。秀阁交给婉儿，爹放心。我会的。婉儿啊，你爹刚走头七，我本不想说，可族老们都看着呢。你命硬克亲，先前又多是我代理掌家，姨娘也是怕你伤心过度。我看不如这掌家权和秀泽印章，今日就一同交给我。柳夫人说的在理，姑娘家行为不端，怎么掌家？把印章交出来，往后在府里老实待着。父亲临终前留下了这些东西，柳姨娘要不要听听上面写了什么？这些年，柳氏从宫中挪过近半银子，冲入锦绣坊。父亲药钱被扣，换成劣等药材；凝香、绣纹3批好货被换成霉缎，差价全入了柳氏庄下。你胡说，那是伪造的！是不是伪造，送官就知道。或者，柳姨娘现在就把官差请来。来人，给我动家法！这死丫头反了天了！秀阁是我母亲陪嫁，与苏家宫中无关。今日我便分家，带走地契和招牌。柳姨娘若再拦，就是强占亡妻遗物，传出去，锦绣阁的老板娘还做不做？好，你走，但7日后全城斗秀，你输了，把招牌和地契都还回来。苏总，上车。去，把凝香阁那些绣娘的家器，今晚都送到我房里来，一个不留。再给我找一批打手来。堂姐，柳姨娘连夜把绣娘的家具全数走了，放话全城，谁敢来咱们这儿做工，就是跟他锦绣坊作对。他把人当牲口买，以为这样就能掐死我？那咱咋办？订单堆成山，总不能咱俩通宵绣吧？招人，重新招。全城都怕他，谁肯来？不看资历，只看天赋，包吃住，月钱翻倍，贴出去。行吧。把门踹开！你还想招人？你跟你娘一样是个废物！你以为拿了地契就能重新把秀宅做起来了？县令夫人的订单还在我手上，你现在过来找茬，日后交不上货砸了秀宅的招牌，你没想过怎么和他解释？这秀阁本就是你娘留下来的东西，砸没砸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秀阁的地，这秀阁烧了都和我没关系。一个死了爹娘的废物，这堆东西你一件都留不住。柳姨娘，您手劲儿大，但这玩意儿硬，别崩了指甲。一个母家丢过来看库房的，也敢拦我？给我一起打！家主令哟，不错嘛，见家主令如见家主。你们苏家还有人记得这条铁律？你一个外姓人，你怎么会有家主令？你到底是谁？家主看我可怜，赏了块保命符。哼，保命符？你一个库房看门的废物，家主凭什么给你令牌？我看是偷来的。起来，把它拿下！一块不知真假的牌子就把你们唬住了，你们一群废物！煽动者斩！柳姨娘，你给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造假这玩意儿啊！张统领，今晚巡逻辛苦辛苦。柳姨娘别多想，家主亲卫恰好巡逻到这儿，我借了块令牌，请他们过来看看。
毕竟您带了这么多人，万一真打起来，街坊邻居不好交代。哎，对了，姨娘，你那东西得还回来吧？走。陆远，头儿，那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就一个苏家旁支，您怎么还对他毕恭毕敬呢？话多，他要是出了差错，咱们这一帮人就完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说真话你未必信，说假话你迟早拆穿。那我折中。牌子是这3年混吃等死攒下来的人情换的，渠道你就别问了，反正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。真到兜不住那天，我再跟你兜底。别这么看我，我帮你纯粹是因为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倒了，苏家这破船就真沉了，我又懒得再找下家蹭饭。不想说就不说，但别编的又不圆，浪费我时间。行，下次我提前打个草稿。真的秀婆，在你娘留给你的银手镯里，有她最爱的花，才能唤醒。12种失传古法，双面异色，流光之剑。原来爹说的是真的。这里是不是昭秀娘？苏总，抓到一个野生应聘者。叫什么？从哪儿来？会刺绣？阿芷，从锦绣坊来，会一点。残手也要啊？残手没关系，现在店里缺听话、踏实做事的。留下，包吃住，月前月底结。斗绣在即，宁香绣阁马上就能开起来了。苏老板对斗绣这么有自信？有技术，有人就够了。凤川牡丹绣了整整7日，请诸位品鉴。姐姐，到你了。听说你这几天连个正经绣娘都没招到，不会是空手来的吧？苏大小姐就这点本事，还敢拿出来斗绣？我家娘子娃绣的都比她好。苏大小姐，你把绣品转过来。细腻如天成，找不到一丝线头。双面异色绣失传了至少2代的绝技。不可能！这手双面异色绣，你可愿接我府上生辰宴的绣品？夫人抬爱，婉儿必当尽力。双面异色绣，失传绝技重见天日。苏大小姐，赵某今日路过，有幸亲眼见证，恭喜。赵家主客气。他说的每一个字，翻过来听就是。你挨着我的路了。江南绣行的规矩，从来都是他定的。我知道。这是棉线，绣不了速断，一洗就缩。城东王掌柜翻箱底找出来的存货就这么多了，再多1根都没有。其他几家呢？一样。西街张家说库房盘点不卖货，南街刘家直接关门，门上贴着东主有喜，全城10几家丝线铺，一夜之间统一口径。更绝的是，临镇的小户也不接单了。我托码头的人去问，那边说赵家的人连夜过去打了招呼，连镇口摆地摊卖线头的老太太都知道不能卖给宁香阁。还有别的渠道吗？码头走私的料太粗，绣不了精细活，除非什么？除非绕开江南的渠道。
我听说有些西域商路上来的货不在赵家眼地底下，但运过来至少5天。县令夫人的订单等不了5天。颜色不对，绣上去整朵花就花了。这料子比赵家封锁之前我能买到的料子还要好，谁送的？那死丫头，她赢了斗秀，连货都备齐了。你不是说断了料她就翻不了身吗？断料是生意手段，不管用了，换别的手段就是。你的意思是？苏婉平的不是钱，是那双手，没了手拿什么绣？去柜子里，不管外面出什么事，别出来，别出声。你出来只会让我分心。进去。赵爷说了，你这双手太碍事，今晚借来用用。住手！全部拿下！他们要砍你的手。没事了。苏大小姐受惊了，这3人我先带回去审。持刀入室意图伤人，有腰牌为证，跑不了。至于要不要递状纸报官，苏大小姐您自己拿主意。好。堂姐，我就出去跑个腿，你怎么跟人打架了？我要报官，你帮不帮我写状书？递上去容易，但你想过没有，3个打手撑死供出个管事，赵淮安连衙门都不用去，现在递打草惊蛇，他往后一缩，咱们反倒不好办。牌子留着，官差那边的案底也留着，等他下次露更大的破绽，再给他整个大的。县令府来的帖子，我估计赵家也会在，去不去？此话是前朝名家真迹，在下费了不少周折才从京城请来。夫人，请看这笔墨。夫人，您上回订的那批日常用的帕子和披帛，新样带来了，请夫人过目。正巧你也来看看这幅画。苏大小姐来得正好，听说宁香阁最近风生水起，不过苏大小姐日日与针线为伍，这些文墨雅士怕是接触的少。这幅《秋山行旅图》，你来看看。赵家主是觉得秀娘就不懂画？哪里，只是隔行如隔山。苏大小姐若看不明白也无妨。不好。哦，哪里不好？金粉全堆在山头，松绿全挤在束光，所有亮色都在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全是暗色墨块。看画的人一眼望上去，目光堵在顶端下不来，明暗失衡。这里缺一层过渡，从墨色到淡青，做一层渐变，金粉减半，整幅画的呼吸感就有了。苏大小姐学过画？没学过，但配色原理，绣花和画画道理相通，针线也罢，笔墨也罢，眼睛看的是同一个东西。夫人，这是新样里搭的配色，先用边角料做了一条发带。夫人看看这个色调可还合意？这个颜色好，比方才画上那些金粉耐看。新样品就照这个配色来做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立，审美也得讲科学。堂姐，你这手叫啥？色彩构成学？你话太多了。上画会上他当众驳你的面子，县令夫人现在只认宁香阁的货。你那幅《秋山行旅图》在书房里挂到现在，除了落灰还有什么用？我早说过这些都没用，你不信？
现在他在县令夫人面前站稳了脚跟，你还打算接着赏话？你说够没有？他现在是县令夫人眼前的红人，直接动他的人，上次已经试过了，官差来的比刀子还快。但县令夫人护得了他的人，护不了他的生意。后天是交货日，如果后天他人不在秀阁，货交不出来，订单作废，违约金能把他那间秀阁压垮，不用动刀，不用见血，他自己就毁了。你要绑他？关到交货日过了再放出来，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，全城都会知道宁香阁接了订单交不出货。县令夫人再赏识他，也不会用一个言而无信的人。这么晚去哪儿？新到一批石料，去仓库看眼成色。县令夫人那批渐色色发白等着用料。我陪你去。啊！这娘们手上有东西！受伤了？不是我的血，没带刀。上次赵家的人爱带刀来砍手，官差抓了个正着。这回学聪明了，不带刀，只想绑人。绑了你，后天交不出货，订单作废。到时候不用他们动手，你自己就完了。这也是赵淮安的人。对，换了个手段，还是他。老规矩，捧结实了，送到赵府后门，让赵家主亲自验货，验验他派来的人有没有办成事。你觉不觉得这标识和上次那个亲卫长得挺像？咱俩往这一穿，跟出了国似的。见他们老外都长差不多，不是很正常吗？苏婉，2次了，你派去的人，一次被官差抓了，一次被扔回后门。赵淮安，他身边那个陆远到底是什么人？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，人没绑成，他过2天照样交货。现在不让他消失，以后只会更难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有苏伯兄死后，有个老仆跑了，他经手过苏伯兄的药渣，如果药渣还在他手里，验出问题来，你有问题吗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现在才和我说？赶紧派人出去找，天亮之前让那人闭嘴。我翻了一页我爹留下的东西，这份血书只记了柳月如贪墨的账目，但我爹是被毒死的，毒杀的证据账本上没有。你是苏家旁支，穿过来这么久，当初跟在我爹身边的老人，你知道几个？老仆人，我想想，当初柳月狐一当家就把你爹身边的旧人全打发了。有个贴身老仆叫周叔，跟了你爹20年，被赶出去之后，听说住在城外。只要找到周叔，拿到药渣，就能验出我爹的死因。柳月如贪墨的账本，加上害人的铁证，他跑不掉。那就别耽搁，我知道大概方位，现在去。周叔，我是苏婉，苏伯庸的女儿。死了。关节还没僵，灶台的灰是热的，不到半个时辰。他确实留了药渣，藏了这么多年，就差这一步。让开，官府办案。大清早有人击鼓，说城外出人命了。苏大小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来找人，我爹生前的旧仆，推门进来，人已经……屋里就你们俩，灶台灰还是热的，你手里捏的什么？苏儿，你爹最信得过的老仆，捏下的之手。我进来时人已经死了。苏大小姐，人刚死你就在现场，跟我们回衙门说清楚，带走。去祠堂通知族老，就说苏家出了大事。诸位族老，苏婉被官府带走了，命案。他爹生前的旧仆周叔，今早被发现死在城外破屋里。官差到场时，苏婉正蹲在尸体旁边，差爷当场就把人押走了。命案？
那丫头最近虽然性子倔了些，但不至于杀人。还有一事，这是伯宏在世时亲笔签的契书，宁香秀阁本应归苏家宫中，他娘当年只是代管，这些年他霸着不放，我顾念他没了娘，一直没拿出来计较。如今他身负命案，秀阁无人打理，请诸位族老做个见证。案子审清之前，秀楼暂由我代管。这手印是苏老爷的。他病重那几个月，日日是我守在床前。契书是他亲手交给我的，说怕钻儿年幼不懂经营，我一直压着没提，是想着等他成家再说。如今他做出这种事，我不能再替他瞒了。既有契书为证，秀阁先由柳氏代管，等案子审清再议。秀阁阿芷守着呢，没让人见。不过柳月如在祠堂搞了联名状，拿出一份你爹的亲笔契书，说秀阁归宫中，族老们信了。亲笔？我爹病了那么久，手抖的筷子都拿不清，写哪门子的亲笔书？所以是假的。等你出去再跟他算。周叔的女儿找到了，那晚他躲在柴房里，亲眼看见一群人闯进来，把他爹勒死，其中一个手上带着扳指。他认得出那扳指？说再见到一定认得。他还说他爹藏了一样东西，是几年前从苏家带出来的，一直藏着不让他碰。什么东西？就药罐，他不肯给我，说要亲手交给你。人我安置好了，让他再得意一点。陆公子，案子还在查，真凶还在外面，大人扣押一个无辜的人，只会让真凶跑得更远。柳夫人报案说苏婉杀人灭口，本官总不能不查。报案的时候人还没死，从周叔的破屋到县衙往返至少1个时辰，他的人击鼓时周叔还活着，他怎么提前知道人死了，又怎么提前知道凶手是谁？我有人证，周叔的女儿亲眼看见凶手，还有物证，周叔藏了苏伯叔生前的药渣，验出了砒霜，是来查案的，不是来杀人的。天亮之前，凶手必须抓到。够了。秀阁钥匙我已收回，账本今日就移交。案子还没审，官差都没定我的罪。柳姨娘这么着急收我的秀阁，是不是太早了？这是我爹的亲笔，他病重3年，后期连筷子都拿不稳，这笔字工工整整。柳姨娘，你找谁仿的？契书是伯狐亲手交给我的。这才是我爹的字，他写这份血书时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。你那份契书比他健康时写的还好。那天晚上我躲在柴房里，好几个人闯进来把我爹按在地上，我爹一直在喊你们干什么，后来就没了声音。为首那个站在门口，手上带着玉扳指，上面刻着一朵花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周叔藏的东西，里面是我爹生前喝的药渣，验出了砒霜。他藏了这么久，就是在等有人来问。柳姨娘，你刚才说契书是我爹亲手交给你的，那我爹被人下毒这件事，你知不知情？柳氏伪造契书，贪没宫中，即刻逐出苏家，命案交由县衙审理。秀姑地契在苏婉手里，归苏婉所有。柳月如倒了，但他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赵怀安肯定在背后做了推手。药罐在手，人正在，趁赵怀安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去县衙。你敢不敢当堂指认他？我爹不能白死。走。赵怀安，苏婉告你杀害周叔灭口，并与继母柳月如合谋伪造契书，侵吞苏家产业，你可有话说？无稽之谈，周叔之死我毫不知情。至于契书，那是柳氏拿出来的，与我何干？你说周叔之死你毫不知情，那好，让他来告诉你那天晚上他看到了什么。那天晚上我看见这个人站在门口，手上带着玉扳指，上面刻着一朵花，他没动手，但他手下的人把我爹按在地上勒死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一个丫头，她说看见就是看见了。仵作验单在此，周叔死于勒杀，勒痕与你赵家捆麦桥的麻线同一种，人证物证，你还要抵赖？还有这份血书，我爹亲手记下的账目，
柳月如贪没宫中银两，每一笔都与你赵家的钱庄有关。你和他合谋侵吞苏家产业，伪造契书想夺秀阁。柳月如已经被逐出苏家，他的证词你也要赖。赵怀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此案涉及命案，按律性交由府衙审理，县衙恐怕越职了。瑞王殿下有令，此案移交王府审理，人犯赵怀安暂由王府亲卫看管。既有王爷手令，此案即日移奏。苏大小姐，我们王府见。瑞王府的帖子，今晚设宴，请你赴约。赵怀安呢？被王爷看管在别院，说是看管，住的是上房。王府放话，案子案情复杂，需择日再审。赵家每年给王府的贡品比县衙税银多3倍，王爷不会为了一桩命案断自己的财路。今晚这顿饭是来探你口风的，那就让他探。苏大小姐，不到1年把破败秀阁做到全城抢购，本王佩服。听说你和赵家主有些误会，今日做东替二位说和。以前的事，赵某多有得罪。王爷说的误会，是指赵家主毒杀我父，还是指他勒死周叔灭口？案子的事，本王自会秉公审理。今晚只谈风月，不谈官司。那就谈风月。跟杀人犯同桌，我喝不下这杯酒。苏安，你放肆！坐下。苏小姐快人快语，那就不绕弯子。宁香阁近来生意不错，但赵家丝线铺还封着，你的货源不稳。本王提个折中之法，宁香阁让出30%股份给赵家主，丝线铺重新开张，王府担保江南无人敢为难你。30%股份换什么？换江南织造钢会的首席席位，换王府的独家订单，换你在江南无人敢动。王爷的条件很优厚，但我不接受。哦，30%股份换赵家丝线恢复供应，丝线铺不是只有赵家有，首席继位我自己能拿到，王府我靠秀品说话，我爹的命周叔的命不换钱。王爷若真心审理此案，我在公堂等他；若不是，这顿饭我请王爷。你苏网算什么东西？我也给你脸！柳姨娘，你已经被逐出苏家了，我的名字轮不到你来叫。王爷，这女人不识抬举。不，有意思。苏姐姐，城里到处贴满告示了，官府把赵怀安害人的案子直接压下去了。现在瑞王突然要查赵家私矿的事，但凡之前跟赵家吵过、抢过生意、结过怨的人，全都算嫌疑犯，挨个问话。咱们跟赵家了斗了这么，这次肯定死第一个被盯上。私矿，怪不得赵怀安底气这么足，原来除了做绣品生意，还背地里干这种勾当。正常啊，赵怀安那人贪得无厌，不只做绣坊生意，背地里什么钱都赚，也就仗着有瑞王撑腰，无法无天罢了。所以他们突然翻出私矿的事儿，根本不是真心想查案。还能为啥？避重就轻呗。你手里握着他们害人的证据，他们扛不住，只能压下命案，拿私矿的事出来浑水摸鱼，想把你拖下水。冉董，他们次次算计，次次输，怎么可能甘心？这只是他们报复的第一步。大概率是这样，噱头搞这么大，肯定不止这点花样。既然他们非要步步紧逼，那我们接着就是。怕啥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们爱折腾就折腾，咱们静观其变就好。私矿的动静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足够扰乱视线了，还要继续动手，万一出了纰漏，我们全都要被拖下水。这点小风波，顶多算是开胃小菜。哼，苏婉手握命案证据，死咬着我们不赦，不让他消失，我们永无宁日。但是寻常罪名根本扳不倒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伪造一封通敌书信，藏进这批上京贡品的绸缎夹层里。外界皆知，如今江南贡品绣品大半都和宁乡秀改挂钩，到时候人赃并获，通敌叛国的罪名扣在他头上，任凭他巧舌如磨，也必输无疑。好计策！还有瑞王的钦差撑腰，3堂会审由我们说了算，苏网这次插翅难飞。
最新消息，官府核查上京贡品，从江南绸缎贡品里搜出了一封通敌速信。贡品？对外口径说得很明白，这批贡品算在你宁香秀哲头上。声东击西，原来是这个用意。先用私矿案搅乱舆论，再扣上通敌的死罪，步步紧逼，真是好算。不止这些，官府告示已经贴满全城，明日开3堂会审，主审的是瑞王的心腹钦差，摆明了就是专门为你设的局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公堂之上风险不小，你别硬扛，我会去旁听凑个热闹。他们费这么大心思设局，我总得亲自去一趟，不如了他们的愿，反倒可惜了。行吧，你心态倒是挺好，那就看看明天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吧。苏婉，贡品里查出通敌书信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赶紧认罪画押？我从没做过这种事，何来认罪之说？这封书信分明是有人故意栽赃我。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敢狡辩？公堂之上容不得你耍赖抵罪！哼，这里是朝廷审案的地方，你不过是苏家母族的旁支闲人，寄人篱下，也敢在这里多嘴插嘴？我不配。赵淮安私矿牟利，柳月如买椟害人，你收贿徇私的证据都在这里，纯属伪造！来人，将他拿下！我就是苏家现任家主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笑话！苏家家主何等沉稳尊贵，怎会是你这闲散模样？不过是寄人篱下的旁支，也敢冒充家主，简直胆大妄为！大胆，竟敢冒充家主包庇通敌重犯，罪加一等！敢冒用家主名头胡闹，等苏家亲卫赶来，看你如何收场！苏家家主亲卫，你们来的刚好，这人冒认苏家家主名头，在外面招摇撞骗，赶紧把他抓走！属下护主来迟，请家主恕罪。不可能，你绝对是假的！就算你骗得过亲卫也没用，苏网通敌是铁案，你非要护着他，只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没错，本官是奉旨审案，就算你真是苏家家主，也没资格插手朝廷办案，包庇通敌叛国的罪名，你根本担不起。这是如朕亲临金牌，那是陆家的祖传之宝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很简单，我母族就是陆家，这牌子能干什么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可查天下冤案，可弹劾所有贪官。你收了赵家的好处，故意栽赃无辜，今天这事我管定了。怎么会？那个天天混日子的闲人，居然是苏家家主，还跟陆家有关系？赵淮安私开矿场，勾结外人谋利，罪证确凿，按律严惩。你身为钦差，收受贿赂，徇私枉法，即刻革职，押回京城候审。这些东西都是苏婉提前伪造出来栽赃我们的，不算数！我这里有亲笔举报信，是我早前实名举报苏婉通敌叛国的证据，这才是真的。柳姨娘，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本月初5，可你用的是赵家新款松烟墨，这批墨初10才正式出炉，初5的信用了初10的新墨。柳姨娘，你是穿越了吗？不是这样的。赵淮安私通外敌，走私牟利，构陷良民，罪证确凿，判斩立决，没收全部家产。前任钦差收受贿赂，徇私枉法，即刻革职，押解回京候审。柳月如害主灭口伪造证物，数罪并罚，流放3000里。苏月瑶参与同谋作恶，罪责同等，一并流放。苏网罪名均为栽赃陷害，即刻撤销，无罪释放。柳氏勾结外敌，祸乱家族，已然伏法。往日众人跟风小过，今日一概既往不咎。但自今日起，全员严守家规，严禁私结外党，谋私害族。再犯者，逐出宗族，从重追责，绝不姑息。是。
今日起，宁香秀妍废除所有绣娘、家奴终身卖身契，众人去留自由。想留下来的，秀阁新规只看手艺，不论出身过往，所有人按劳取酬，一律平等。多谢小姐，我等愿誓死追随。可以啊，越来越有管理风范了，不愧是现在的苏总。再厉害也比不上你，身居高位，藏得最深，本事最大。苏家家主不过是我最不起眼的一个身份。装货。王爷，赵家势力尽数覆灭，我们江南外围布局彻底作废。没了就没了，赵家本就是摆在台面上的棋子，丢了不可惜。哼，苏网那丫头手里的祖传绣谱才是真正值钱的好东西。接下来，所有人盯着她的绣谱下手。只有浅浅自己，根本看不清全貌。父亲临终只说月下香能解锁银手镯，莫非需要二者相融才行？婉婉舞女，舞本是前朝宫廷第一绣娘，精通皇室专属龙袍绣法，手握宫廷秘辛一桩。因知晓皇室丑闻，掌握皇家绣法机密，遭权贵追杀，无奈隐姓埋名，嫁入苏家避世安居。银手镯内藏12种失产影绣技术，可绣出隐形秘文，藏字留痕，每一种针法皆是宫廷秘稀载体。赵家只是人前棋子，真正觊觎银手镯与绣谱，追杀我多年之人，正是瑞王。他所求从非钱财产业，是秘稀，亦是权柄。原来如此。瑞王盯着我，盯着苏家，从来不是为了江南的绣行和矿场，他是怕我母亲留下的秘艺曝光，更想抢走失传绣法，掌控能藏秘传信的影绣权柄。之前的商业打压、构陷栽赃，全是幌子。赵家只是他抛出来的马前卒，用来消耗你、试探我。他真正的目的，一直是这个银手镯和完整版祖传绣谱。我们之前对付的，只是瑞王摆在明面上的皮毛势力。没错，如今对手已然明朗，我们面对的是手握皇权、藏货多年的瑞王。王爷，苏婉已经解开博物于秘仪，知晓当年所有旧事。他手握秘辛，后患无穷，不能再放任自由。传令礼部，借太后寿辰之名，册封他为宫中司制，召入宫，明是提拔，实则软禁。属下遵命。慢慢逼他交出绣谱和秘辛。礼部传旨。太后寿辰在即，征召苏婉入宫担任司制，即刻入宫当差。苏小姐迅速接旨，入宫任职是天大的恩典，切勿抗旨。苏婉身为绣阁阁主，无需入宫受制，此乃先帝御赐令牌，你这私议诏令，我有权驳回。强行拿人，就是与苏、陆两大世家为敌。这是先帝的鎏金令牌。这道旨根本不是太后的意思，是有人私下搞小动作，不作数，我拦的没问题。好，你们等着。能调动礼部假借宫中之令，除了瑞王，没人有这权利。他要的从来不是绣谱，是我母亲留下的皇室秘辛。我一旦入宫，不仅苏家被拿捏，当年的真相也会被彻底掩盖。他已经彻底撕破脸，后续手段只会更阴狠。我们提高警惕，见招拆招吧。两个小辈也敢三番五坏我的大事，明面途径行不通，那我就用朝堂规矩彻底碾死苏家。传我命令，立刻买通钦天监，盯着宁香绣阁送出的制造物品捏造五谷验圣的罪名，我要彻底查封绣阁，拿下苏婉。小小民间绣阁，竟敢私造验圣之物，暗藏前朝禁术，诅咒皇室国运，简直胆大妄为！即刻拟旨，彻查宁香绣阁。奴才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宁香绣阁织造器物暗藏验圣巫蛊为样，私藏前朝禁物绣谱，罪证确凿，即刻查封宁香绣阁，阁主苏婉拿下入狱，听候3司会审。陆远知情不报，暂夺陆家家主印玺，软禁苏府，闭门思过。钦此。从头到尾都是圈套，他就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。瑞王蓄意构陷，这事没完。
我一定会查清真相，救你出来。别担心我，你千万守住苏家，别冲动。所有后路全被瑞王堵死了，他得不到秀骨，肯定会对苏婉下死手。幸好我提前传信回去了，只要陆老将军能及时赶过来。识相点儿，把苏家秀谱交出来，我便求王爷饶你一命，免去皮肉之苦。我苏家从未作恶，秀谱也绝对不会交给你们这群构陷良善的小人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现在不配合，吃了苦头，扭头我们从别人那里撬到了秀谱的线索，你可别后悔。好，很好。我看看，等你吃了苦头，嘴还能不能这么硬？嘴真硬。纸上字迹潦草仓促，陆源已联络边关老将军，加急回京，死守待援。墙面厚重黑灰之下，藏着细密规整的深浅刻痕。这纹路是我苏家独门绣谱的暗针针法。母亲当年遭追杀隐世，原来她也曾被囚在这间死牢。这盘死局我能破。臣弟亲手绣制百寿图，幸献陛下，愿陛下万寿无疆。此图针法正统，符寿端正，反观苏家绣艺，针法怪异，来路不明。陛下，苏婉私藏邪门绣谱，善用巫蛊绣术，请陛下当堂定罪，以绝后患。带苏婉上殿。臣陆远前来为陛下贺寿。你尚在软禁之中，私闯大殿，形同谋逆。臣非作乱，是来呈上绣品，为苏婉辩冤。苏婉身陷死牢绝境，参悟出其母遗留的失传绣法案迹，口述12种失传古法与影绣布局，由我在外代为绣制完成。此绣暗藏独门影绣秘术，陛下可命人聂光查验，暗藏先帝遗诏。影绣秘术，失传100年的苏家绝技。原来苏家世代以影绣藏皇室秘稀，守护先帝遗诏，就是隐情，朕已知了。陛下，邪绣惑主的不是我，是瑞王这幅百寿图。此绣针脚逆乱，走线相冲，是反向诅咒绣法，名为祝寿，实则折损国运，暗藏祸心。陛下，臣弟没有，是他污蔑我。针脚为证，秘术为凭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瑞王欺君罔上，构陷忠良，暗藏邪术，祸心昭状，即刻消决，打入天牢，彻查党羽，全数严惩。陆远恢复所有身份官职，罪责全消。苏家冤案今日当庭昭雪，你凭一己之力勘破真相，有功于朝堂。但凡想要的赏赐补偿，尽可直言。民女不求功名富贵，民女只求守住苏家绣道，让天下绣娘可凭手艺立身，不遭告陷，安稳度日。好一个不求功名富贵！好，朕准了，特旨准许你开设锦绣工会，规整天下绣艺，必有匠人。今日江南锦绣钢会正式成立，即日起，全行统一绣材原料，统一针法标准，统一入行规制，无高低门第之分。所有绣娘绣匠皆可入行会谋生学艺。苏婉，你打着归凤绣艺的名头，实则是想垄断刺绣技艺。你身怀失传古法影绣秘术，却藏私不传。若真心为匠人着想，就当众交出所有秘法。我从未想过垄断技艺。今日起，3种苏家基础古法针法当众公开，无偿传于天下匠人。技术从不是锁在匣子里的私产，是该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的火种。藏私则技艺断绝，共享则行业兴盛。吾母刘自说：“能传者匠也，能悟者师也，能舍者大家也。”恳请苏婉内出任锦绣工会首任会长。
苏总，放弃了你现代安稳的设计师生活，困在这里这么多年，有没有后悔过？我在现代可是猝死的，穿越过来才有了第二次生命，有什么可后悔的？要不是过来了，我现在指不定还在排队等投胎呢。你凭一己之力扶正秀业，造福万千匠人，这份初心与格局，世间难得。我本只是想守住一方秀艺，没想到一路走来，能让无数底层匠人安身立命。于我而言，这便是最好的归宿。